上一期我们说，艺人公司有很多现实入口，它不只是自媒体，不只是卖课，也不只是一个人靠 AI 做一个软件。你可以做内容，可以卖专业服务，可以做模板，可以做小工具，也可以扎进一个垂直行业做解决方案。但这一期我们要先把热情往回拉一点，因为入口不等于生意。你能做内容，不代表有人会买你的产品；你会做 PPT， 不代表客户愿意为你付高价；你能用 AI 做一个小工具，不代表用户愿意订阅。很多人做艺人公司，真正卡住的地方不是不会用 AI， 不是不会做东西，也不是不知道选哪个方向，而是东西做出来了，内容也发了，朋友也说不错，但就是没人付钱。所以这一期我们不讲工具清单，也不讲项目推荐，只讲一个判断，你的想法到底有没有买单信号。艺人公司不是从我会什么开始，而是从谁愿意为哪个结果付钱开始。那怎么判断一个想法有没有人愿意付钱？不要凭感觉，也不要只看别人夸不夸你，可以先过5关买单检查。这5关检查过不去，方向再热也可能只是看起来有机会。第一关，别把点赞收藏当买单。很多人最容易误判的是第一类信号，把有人感兴趣当成有人会买。点赞不是买单，收藏不是买单，评论区有人说很有启发，也不是买单。朋友说这个不错，很多时候只是礼貌。免费试用的人很多，也不代表付费用户很多。这些反馈都有价值，但他们只能说明一件事，别人愿意用很低的成本表达支持，可一旦让他付钱，事情就变了。他会想，这件事我是不是真的现在就需要？有没有替代方案？我能不能自己用 AI 做一个差不多的？这个人靠不靠谱？买完以后没效果怎么办？喜欢一件东西很轻，付钱很重，所以不要被轻反馈鼓励太久。买单不是喜欢你，而是愿意为了一个明确结果承担成本。第二关，别把有需求当有预算。第二个常见误判是把有需求当成有预算。很多东西当然有需求，谁不想效率更高一点，内容更好一点，报表更省事一点？但有需求不等于有预算。有些问题用户觉得麻烦，但还能忍。比如一个运营每周整理一次数据，确实烦，但如果只花20分钟，他可能不会为一个工具付费。如果这个流程每周要花3小时，还经常出错，他才开始接近买单。还有一些问题，使用者不是付款人，员工觉得工具好用，不代表老板愿意买；学生觉得课程有用，不代表家长愿意付。你找到了使用者，不等于找到了付款人。所以艺人公司早期不能只说自己会什么，而要说清楚自己交付什么结果。你说我会做 PPT， 客户会下意识比价；你说我帮创业公司把融资路演讲清楚，客户才会判断值不值；你说我帮10人以下团队把每周重复报表从3小时压到20分钟，客户就知道你在解决什么。客户不是为你的能力付钱，而是为他能看懂的结果付钱。第三关，真想买的人会愿意付成本。那什么才算真实买单信号？不是大家觉得好，也不是很多人应该会需要。真实买单信号通常会带着成本、预算或者行动出现。第一个信号是有人已经在花钱或花时间解决这个问题，哪怕解决得很笨、很贵、很低效，也说明这个问题进入过预算或成本。普通人更稳的机会往往不是创造一个全新需求，而是改造一个已经有人付费但现在很低效的环节。第二个信号是对方开始问交易条件，比如价格、周期、交付，能不能先试一次。如果一个人只问这个怎么做，他可能是在学习；如果他开始问多久能做完，我需要准备什么，你怎么收费，他就从围观进入了评估。第三个信号是他愿意为一个小结果先付费，一次诊断、一份方案、一个模板包、一笔定金都算信号。小额付费的意义不在于赚多少钱，而在于对方从觉得有用跨到了愿意承担成本。第四个信号是他愿意投入时间配合你，愿意填表、发资料、开会，说明这件事在他的优先级里。第五个信号是他开始关心风险和边界，如果做不到怎么办？后续谁维护？哪些事情不包括？这些问题听起来麻烦，但往往说明客户已经在认真评估购买。真正想买的人才会在意买完以后会发生什么。所以真正的买单信号一定伴随着成本，没有成本的喜欢不能证明需求。第四关，别先做完整产品，先卖一个小结果。很多人做艺人公司顺序是反的，还没验证买单就先做完整产品，先做课程，先搭网站，先写一整套资料，先开发小程序，先设计品牌。这些事儿做起来很有安全感，因为你会感觉自己在推进。但如果没有买单验证，完整产品不一定是资产，也可能是成本。艺人公司早期最重要的不是做完整，而是先卖一个足够小、足够清楚、可以交付的结果。专业服务型，先卖一次诊断，不要一上来就卖长期顾问。
数字产品型，先买一个小模板，一份清单，不要一上来就做大课。小工具型，先用人工或半自动流程交付一次结果，不要一上来就开发完成软件。垂直解决方案型，先解决一个具体场景，不要一上来就说我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。最小买单测试不是为了马上赚大钱，而是为了验证3件事：谁真的痛，他愿意为哪个结果付钱，这个结果能不能重复交付。一个小结果能卖出去，才说明你手里可能有一个可以继续放大的付费问题。第5关，6种入口都要回到买单验证。回到上一期的6类入口，不同入口长得不一样，但买单问题其实一样。内容型，不要只看播放量，播放量说明有人看见你，但不代表有人信任你。内容型真正的买单信号是咨询、订阅、购买、转介绍或者广告主愿意付费。专业服务型，不要只看别人夸你专业，别人夸你专业只是认可能力，专业服务要验证的是有没有人为一个明确结果付费。数字产品型，不要只看资料是不是丰富，现在免费资料太多了， AI 也能生成很多东西，用户买的不是文件，而是少走弯路，所以先卖小模板、小清单，比一上来做大课更容易看清需求。小工具型，不要只看功能能不能做出来， AI 让很多工具变得好做，但会做出来不等于能卖出去。小工具要验证的是这个麻烦会不会反复出现，它有没有浪费时间，造成错误，影响收入。垂直解决方案型，不要只看技术是不是先进，它真正值钱的地方是你对具体行业场景的理解，比如餐饮店差评处理、教培机构学员跟进、小工厂报价排产。持续服务型，不要只看第一次成交，第一次成交证明客户愿意试一次，但艺人公司要活得久，还要看有没有第2次购买理由。所以不同入口的形态不同，但买单问题一样，谁痛谁付钱，为什么现在买，能不能先为一个小结果付费。所以先别再问他有没有用。所以回到开头，如果你正在想做艺人公司，或者已经做了一个产品、服务、模板、小工具，先不要急着问这个东西有没有用，有用是产品视角，愿意付钱才是生意视角。点赞不是买单，收藏不是买单，朋友说不错也不是买单，真正的买单一定会伴随成本，他愿意花钱，愿意花时间，愿意问价格，愿意给资料，或者愿意先为一个小结果付费。这些信号出现了，你才算摸到了艺人公司真正的第1关。如果这些信号还没有出现，那就先别急着做大产品，先把问题缩小，把结果说清楚，把第一个愿意付钱的人找出来。因为艺人公司最难的不是会不会用 AI 让生产变便宜，让工具变多，让一个人能做过去几个人才能做的事。但商业里最关键的问题没有变，谁有痛苦，谁有预算，谁现在就想解决，谁愿意为了一个明确结果付钱。你会做只说明你有能力，有人买才说明它是生意。如果你也在做艺人公司，或者准备做副业，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现在最缺的是什么。1. 想法， 2. 工具， 3. 第一个愿意付钱的人， 4. 稳定交付的方法。也可以直接说你做过的东西是卡在没人看见，没人相信，还是没人买单。下一期我们继续往后拆，有了第一个愿意付钱的人，事情是不是就稳了？也不一定，很多艺人公司真正撑不住，不是死在第1天，而是死在第3个月。下一期我们聊为什么很多艺人公司刚开始很兴奋，但最后却都撑不过3个月。这里是商业暗线，我们下期见。